不会的，这条命是蓝湛给我的，我还要等他醒过来，告诉他好多好多事情的，不会死的。魏无羡拿出一张纸，给蓝曦臣写了一封信，大致是说江澄找到这里了，他会和他一起寻找药材，还有让他帮忙隐瞒江澄自己失去金丹的事情。魏无羡看着信鸽飞离，这才转身回屋，他想蓝湛了，羡哥哥。饭做好了。一个13岁左右的少年站在密室门口，对里面喊道，那个少年也是长大了的蓝苑。魏无羡应声走了进来，反手锁上了门，摸了摸他的头，对蓝苑笑了笑，说，走吧，让我看看10几岁的小阿苑做的饭是什么样的。羡哥哥，我不小了，泽无君都说我长大了很多。话虽这么说，却还是顺着魏无羡的手蹭了蹭。魏无羡和蓝苑走出屋内，看见院里的石桌上摆着4盘菜，2道色泽通红的，2道清淡的。另外，桌子上还摆着一坛天子笑和一个酒杯，2双筷子。魏无羡笑了笑，道，果真是长大了，还知道做2样辣的。蓝苑挠了挠头，道，羡哥哥喜欢吃辣的呀，快尝尝看，怎么样？魏无羡在他期待的注视下吃了一口，然后笑道，13岁能做到这地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蓝苑听后，羞涩地抓了下头发，道，下次我会再接再厉的。魏无羡刚想说话，却皱了皱眉，看向一处结界。蓝苑见他眼神不对，问道，羡哥哥，怎么了？有人闯入了第1层结界，陷入了幻境。魏无羡顿了顿，迟疑道，奇怪，这气息分明是个跟你一样的少年，怎么会闯到这里来？蓝苑惊道，和我一样？我去看看。说完，连忙跑到结界边上，一只手放到结界上，仔细感应其中人的气息和模样。过了一会，蓝苑猛地睁开眼睛，向魏无羡着急地喊道，羡哥哥，他是蓝景怡，我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，现在怎么办？魏无羡紧皱着眉头，想了一会，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，罢了，让他进来吧，想必也是一路跟着你来的。这年头怎么都那么喜欢跟踪？江澄也是这样。蓝苑急得有些想哭，开口道，羡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小心。魏无羡哭笑不得道，臭小子，我又没怪你，快点去，要不然你同伴该受伤了。说完，自己坐下来，拿起筷子开始吃饭了。蓝苑点了点头，急忙冲进结界里，把蓝景怡拉到了结界外面。蓝景怡缓了好一会，这才从刚刚的环境里脱离出来，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蓝苑，急匆匆地拉住他的手臂，道，阿苑，这里有邪祟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太危险了，我们快走。说着就打算拉着蓝苑御剑离开。蓝苑笑了笑，把他从剑上拉了下来，安抚道，不是邪祟，这只是羡哥哥设立的结界，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幻境，为防止那些人物闯这里。幻境？蓝景怡狐疑道，对呀。蓝苑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，我还没说你呢，怎么跟着我过来了？蓝景怡原本想追问下去，却被这个问题转移了注意力。他说，你每年都有几天不在云深不知处，还总瞒着我出去，这几天太无聊了，就跟着你出来了，谁知道你会来这荒郊野岭啊？蓝景怡撇了撇嘴，道，对了，你来这里干嘛？你刚刚说的羡哥哥是谁？蓝苑沉默了一会，抬起头看着蓝景怡的眼睛，严肃道，景怡，接下来我说的是和你一会要见到的人，你能保证绝对不会向外透露半分吗？哪怕是蓝老前辈也不行，还有一会进去，不许向里边的人提起10年前不夜天城发生的事和现在那些仙门百家的事，你能做到吗？如果能，我就带你进去，如果不能，那么我现在就带你离开。蓝景怡从未见过那么严肃的蓝苑，一时有些缓不过神，喃喃道，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，我就问你能否做到。蓝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问道。蓝景怡不明所以，却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，道，能。他想了想，又问道，里面的人到底是谁呀？得到他的承诺，蓝苑轻轻松了一口气，听见后面的问题，他笑了笑，道，他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亲人了，从小照顾我的，羡哥哥还有韩光君也在里边。蓝景怡懵了一下，
然后震惊道：“宪哥哥，韩光君，等等，韩光君，咱们宗主的亲弟弟，韩光君蓝忘机。他不是10年前就……”蓝玉案猛地捂住他的嘴，轻喝道：“我不是说了不让你提起10年前的事情吗？”蓝玉案猛地捂住他的嘴，轻喝道：“我不是说了不让你提起10年前的事情吗？”待蓝景怡平静下来之后，蓝苑这才松开他，他磕磕绊绊地说道：“阿苑，你确定你说的是韩光君蓝忘机？那你说的那个宪哥哥，他该不会是夷陵老祖魏无羡吧？”蓝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嗯。”蓝苑看着他震惊的神色，轻声道：“景怡，你信我吗？”